最流行的一种语气方式。哈喽，大家，我是小马克，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那现在呢，我已经结束了我在曼谷的5天4夜的旅行，回到了我在泰国清迈的家里边。那在这儿呢，首先要感谢大家喜欢我这一整个系列的 vlog， 给大家鞠躬了。那从这个假期开始呢，泰国就正式的开始实行免签政策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算把泰国旅行这件事儿安排上日程呢？那今天这一期呢，作为曼谷之行的最后一期，我将会给大家总结这一次我在曼谷旅行过程当中的交通、酒店，包括如何去规划路线，以及最后我会拿来公布这一次我在5天4夜里边一共花了多少钱。如果你也想获得和我一样的最新的曼谷旅行的干货攻略的话，这一期我觉得一定会非常适合你。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呢，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曼谷的交通。那曼谷堵车这个事儿，就全世界都比较文明。有的时候明明就是路线上面只显示10分钟，但是堵上你半个小时，那都是属于老天开恩了。那对于我这种急性子的人来说的话，我是肯定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堵车这件事情上面的。其实在我之前的5次的曼谷旅行当中啊，基本上每一次都是从机场打车到酒店的。那这个呢，也是最省事的一种方式，就你直接出了海关以后，直接到1层就可以排队去打车了。那机场打车呢是不打表的，500泰铢，这个价格呢算是一个就是彼此都默认的这样的一个潜规则吧。但是这一次呢，我就想试一下，就使用公共交通到市区会不会更方便？那试下来呢，我觉得确实是又方便又省钱。如果你是在那个索恩纳普机场落地的话，就更方便了，可以直接走到 B 层啊，乘坐机场快线到这个帕亚泰这一站，然后呢就可以去换乘上 BTS 的线路了。大部分的城区的酒店都会在这条线路上面。那如果你像我一样是在朗曼机场落地的话，就可以直接找到1层的6号门出口。出了门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机场大巴。那这里呢，一共有4条路线，那分别是到蒙奇地铁站、胜利纪念碑、水门市场、Central Walk 和考山路的。我坐的呢是 M1号的线路，也就是说我要去坐这个地铁 BTS。它会直接把你带到这个蒙奇地铁站啊，当你下了这个公交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向前走，进入到这个 BTS 的 Mochai 这一站。那再使用导航软件呢，去定位你的酒店所在的 BTS 的地铁站就可以了。那坐这个机场大巴呢，买票都可以直接去使用现金，不能刷卡，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去准备好零钱。索恩纳普快线价格是35泰铢，朗曼机场的大巴的价格呢是30泰铢。这样一去对比，怒省了将近400泰铢，可以去吃8份的芒果糯米饭，是不是很值得？那在这儿呢，我也顺便的给大家集中的讲一下，在曼谷是怎么样去平时乘坐地铁的。其实大家呢只需要搞懂2个地铁线路就可以了，一个是 BTS， 还有另外一个是 MRT。我会把最新的地铁线路图和主要的景点站放在评论区当中，大家可以去收藏起来。那这2个地铁的运营时间呢，都是从早上的6点钟到夜里的12点钟，基本上这2条线路就可以满足你在曼谷市区内的所有的景点和商场的行程。不管你是乘坐哪一个，都是2种的购票方式。第一种呢，就是这种自助购票机，大家可以在买票之前呢，先去用导航确定好你要去的目的地是哪一站，然后到了这个购票机之后呢，把那个页面切换成英文的页面，直接点屏幕上面的那个站名页面上面就会显示所需要的这个金额，大家可以直接去使用纸币或者是硬币就可以去买票了。如果你手里边是500或者是1000泰铢的这种大额纸币的话，那么你就需要使用第2种购票方式，就是去窗口购票当然不用担心这个语言不好这个问题你可以直接把手机的导航给这个售票员，他们就会告诉你怎么样去坐车那上了地铁之后呢，行驶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随时的去留意屏幕上面的报站，但是呢，它的屏幕上面的报站只会显示接下来的5站的名字。所以最稳妥的一个方式就是随时留意你手机导航上边你马上要到哪一站提前1站就站起来去门口等着下车就可以了。如果一天当中呢，你要多次的去搭乘地铁，可以在窗口去买一个1日通的地铁卡或者是储值卡，
但是呢，我嫌麻烦就没有办理。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购票的方式。我也会把曼谷比较热门站的一些打卡点啊，所在的这个地铁站啊打到屏幕上边，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收藏截图保存下来。当然也不要忘记可以帮我投上2颗小硬币，在这儿感谢大家啦。那我在这4天当中呢，有3天都是有打那个摩托车出行的。我真的是要再说一下，曼谷真的很堵车，就是龟速一样的挪动。因为你坐那个车上面的时候，心里边会非常非常的焦躁。如果你也讨厌这种感觉的话呢，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就会知道为什么基本上泰国人手一辆摩托车了。因为在那种情况下的话，只有摩托车才可以这种风驰电掣的，不受堵车的影响。那在这儿呢，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一定要戴头盔。如果司机没有主动给你的话，一定要主动的管他们要，哪怕只有3分钟的路程，就是只要你坐上这个摩托车，这个头盔就请你必须要戴好。还有就是下了车之后，千万别忘了把头盔还给司机。我当时就是在路边下了车，直接就走了，戴着头盔走了，摩托车就直接开走了，他也没有发现。结果我发现头盔还在我头上的时候，我就赶快去追上去，追了好远，超级无敌丢人，就是在那个马路上面一边奔跑，然后一边戴着头盔，然后幸好前面有一个红绿灯，他当时停在那个地方，我才把头盔还给了人家。萨瓦迪卡，Thank you，我把人家头盔给戴下来了，他竟然都不知道，没发现。那在曼谷酒店预订方面呢，这一次我也是选择了一个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便捷酒店啊，也是我对比了蛮久的。它的位置呢是在素坤驿区的娜娜站啊，步行到地铁站的话，基本上只需要2-3分钟的时间吧。大家都知道娜娜站是曼谷的闹市区啊，或者说是红灯区吧。当然，我住的那儿不是为了去红灯区方便啊，而是这个位置的话，交通确实是比较便捷的。但是呢，相对来说，它环境的话就比较嘈杂一些。那我预定的这个酒店呢，一晚的价格是165块钱，加上税的话，也大概不到200块钱左右吧。啊，我的4晚都是住在这个酒店的。但是，我就不给大家推荐我住的这一家酒店的，就是因为在我回来1周之后呢，我突然在视频上面刷到了一个标题写着曼谷最新闹鬼酒店的一个视频，结果我就看一下那个视频，我就看那个酒店怎么那么眼熟呢？就好像是我住的那个酒店一样。而且当时我在发布了我第一篇曼谷 vlog 的时候，我确实是有人在我的评论区里边刷说这个是曼谷最近最火的灵异酒店。我就完整的看完了那个视频，我发现那个闹鬼的房间就在我的住的那个房间上面的2层。我现在说了，我浑身都是起鸡皮疙瘩的，就是我是3层，那个房间是5层。我真的看完，我整个人都被吓死。虽然我也不信什么神啊鬼啊，在入住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我在这儿就不推荐我住的这个酒店了啊。那在这儿呢，我就给大家总结一下曼谷最适合旅行的4个酒店的区域。那基本上呢，全部都是轨道交通覆盖的啊，就是交通会比较便利一些，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适合自己的酒店位置。第一个呢，就是暹罗区。那这个区域呢，是在市中心啊，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个酒店的区域。那这个位置呢，它是轻轨覆盖的，交通是非常非常便利的，再加上有很多的这种著名的购物中心和餐厅都在这个区域，周边的商场有暹罗广场、百丽宫、Siam Center、Siam Discovery，当然在曼谷最火的四面佛和暹罗海洋世界也是在这个区域的，就非常适合吃饭和逛街的一个区域。当然就有一个缺点，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段呢很繁华，所以相对堵车的这种情况的话就会比较严重。但如果你要是平时选择这种轻轨出门，这儿呢其实是可以作为第一选择的。那第二个区域呢就是素坤驿大街。那这个区域呢，属于是最热闹的区域啊，也是娱乐场所最发达的区域。一般年轻人呢都会选择住在这个区域。我这次住的酒店呢，就是属于这个区域的，就是它平价的、高端的这种酒店，你都可以在这儿选到。那周边呢有很多这种当地的网红的店铺和一些购物中心，比如说像 Terminal 21啊这种非常非常适合去打卡的一些购物中心。同样呢，在这个区域也是乘坐地铁非常方便的，你去哪儿的话都会比较便利一些。但是因为热闹，所以也会比较吵，尤其是到了晚上的时候，街道上面会有各种酒吧，不同的风格的舞曲。基本上有一些酒店，你不用下楼，你的房间就可以蹦迪。第三个区域呢，叫做湄南河畔区。那这个区域呢，非常适合那种比较喜欢清静的小伙伴。就在这个区域的酒店呢，基本上都是一些豪华高端类型的酒店。
那当然，这个地方呢也坐拥着曼谷河景的最佳的观赏位啊，酒店的视野都会比较宽阔一些，因为它在湄南河边嘛，所以呢也是比较方便去乘船夜游曼谷的湄南河的。那附近呢就是曼谷最棒的购物综合体 Icon Siam， 那周边的热门景点呢有大皇宫、玉佛寺、摩天轮夜市、郑王庙都在这一块，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贵啊！如果你要是一个酒店控的话，这个区域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第4个区域呢，就是市龙区。那这个地方呢，酒吧是比较多的，也有蛮多的这个餐厅。不管你是喜欢逛女生街还是喜欢逛男生街都是在这个区域的。它是一个夜生活非常丰富多彩的一个区域。但是呢，同样有一个缺点，就是如果你的酒店刚好临街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它也是比较吵的。所以如果你不是就是很喜欢这种夜夜笙歌纸醉金迷的这种类型的话，这个区域就不必做选择了。如果要我推荐的话，那么我建议大家可以去选择暹罗区或者是苏坤逸区这个附近，因为这2个地方的话都相当于是曼谷的市中心，去哪儿的话都会比较方便。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请大家在订房的时候一定要去使用正规的订房 APP 去预订房间，千万不要去某鱼或者是其他一些不熟悉的平台去预订啊！我朋友就是因为贪图便宜，在某鱼上面预订呢，被骗了将近5000多人民币。谨记一个道理就可以了：如果你看到的价格和其他的这种正规 APP 的均价差得离谱，前边一定有某一个大坑在等着你。那接下来呢，就是我5天4夜旅行当中的3个整天的路线的规划。那这3条路线呢，是目前为止在曼谷最火的3条路线，其实也是大家评论区当中最好奇的一个部分啊。如果你和我一样，就是不是特别享受那种跟团走马观花，而是想在有限的时间里边去合理的规划，尽可能的去感受这座城市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我这一部分的全天的这个行程，基本上不会非常的疲惫，但是一定能够给你比较充实的这种旅行体验吧。那这其中包括必打卡寺庙路线1天，坐着当地的火车游美宫铁道集市水上市场1天，还有就是曼谷新地标水门大佛逛夜市1天。我保证，如果你是和朋友搭伴同行的话，你们一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很多这种共同的全新的体验和回忆。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的话，你就会和我一样，就是发现你的眼睛又看到了很多的这种新世界。提前说一下啊，每一天的具体的路线和具体的地名呢，就是你打车到哪个位置啊，怎么样去换啊，我都会总结放到我的视频当中，大家可以去按照需求去截图就可以了。那每一天的行程呢，我也会给大家划重点，就是说一些注意事项吧，请大家务必留意，就是避免去走一些弯路花冤枉钱。那第1条行程呢，就是必打卡寺庙路线，我当时设计呢是大皇宫、玉佛寺、卧佛寺和郑王庙。那这条路线呢，其实是在曼谷必体验的一条路线啊。注意事项一共有5条，请大家一定要把每一条都记到心里边，帮助你去避坑。那第1个呢，就是请牢记，千万不要去相信大皇宫周边路上边任何主动跟你搭话的陌生人。大多数都是骗子，他们会跟你说啊，今天大皇宫不开门，卧佛寺关闭啊，用这种理由去骗你乘坐他们的突突车，然后去带你去别的地方。但是只要你一上车，他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去管你要钱，有被拉到那种很破的那种乘船点，然后去花好几千泰铢坐那种高价的游船的，还有被拉到那种珠宝店、玉器店去买东西的，等等等等。总之呢，就不要去接触任何的陌生人。大皇宫每天早上8点半开门，下午3点半关门，大家只要在这个时段当中都可以进入大皇宫。那第2个呢，就是大皇宫、卧佛寺都对这个着装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所以请你们一定要穿长裤，就一定要是那种完整的包到你脚踝的这种长裤。那上衣呢，一定要穿这种至少是半袖，就是过你大臂的这种半袖啊，不露腰的这种半袖。就是你如果穿一个露脐装，也是进不去大皇宫卧佛寺的。那第3点呢，就是这条路线最好是早上出发。当然，如果你像我一样，就是起不来啊，需要中午出发，那么做好防晒工作，不管是你涂防晒霜还是戴好帽子，因为大皇宫里边巨热无比，请做好随时被炙烤的这种准备。最好呢带上一瓶水，在包里边随时可以去补水。第4点，郑王庙6点钟准时关门，所以你最晚需要乘坐5点的那个轮渡到郑王庙去。那具体的乘车路线，我在这儿呢都会给大家打到屏幕上边，大家可以去截图收藏保存起来。第5条呢，就是第5条是什么来着？
哦，我这上面没有第5条。那第5条就是，请大家在此时此刻为这条视频点赞和投币，谢谢大家。那第2个一日游的行程呢，就是水门寺大佛的拍照 City Walk。那这个水门寺大佛呢，现在是属于曼谷的新地标啊，也是从今年刚刚火起来的一个，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建筑。基本上2023年之后来曼谷的小伙伴们都会安排上这个行程。如果你也是一个这个拍照爱好者的话，喜欢拍出很多这种非常有意境的照片啊，那么这条线路一定会非常非常适合你。那我已经把具体的每一个的拍照的位置都放到了我的这个评论区当中，大家可以去保存一下。当然呢，大佛的打卡点不只是这几个位置，大家也可以去其他一些攻略当中去找一些文字攻略去丰富一下自己喜欢的是哪几个点，然后参考一下我的接下来这几条建议，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拍出来比我更有感觉的这种照片。那这一天呢，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去选择2个时间点前行分别是早上的时间9点左右或者是下午的3点左右到第1个位置。拍完所有的打卡点的话，需要全程2到3个小时的时间。早上呢人不是很多，所以每一个打卡点呢都不需要有那种就是要等别人或者是着急要给别人让位置拍这种情况。那么如果你是下午去的话，其实是能够拍到非常美的这种黄昏夕阳下的这种大佛的光影的。大家可以去按照自己的作息时间进行安排的。那这次出行我是下午的3点多到的那个现场，基本上结束的话就是刚刚太阳落山吧。水门寺可以拍照的位置不是很多，因为它那个大佛真的很大，所以呢你在佛脚下细细感受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就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去安排在远眺大佛的这个打卡点或者去感受或者是去拍照我觉得都是蛮舒服的一条路线。那这天晚上呢，我去的是新火车头夜市，也就是现在最火的这个乔德夜市。那这个夜市的特点在于，就是真的有很多的位置可以拍出好看的照片，尤其是新建的那个童话城堡大家可以爬上那个城堡，鸟瞰整个夜市的这个夜景，也可以就是看到那种不远处的那个 BTS 这样呼啸而过。总之呢，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在疫情前非常火的那个水果西施，现在它就已经搬到了这个夜市里边。那这次我也尝试了那个生吃活鱿鱼和跳跳虾。大家如果要是和我一样是那种猎奇的类型的话，也不妨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真的有点爆吃，就是进嘴之后呢，就都是调料的味道，就什么味道都没有，而且呢就还嚼不烂。我当时就在那个位置，然后扯着那个鱿鱼扯了好半天，真的太尴尬了。其实当时我在拍的时候，对面站了好多人，我就在那扯，然后他们就在那笑，尴尬了好一阵。但是我觉得这个体验还是挺难忘的。还有就是那个跳跳虾，其实我看它刚盛出来的时候挺多的，但是等盖上盒子之后，已经蹦走一大半了。当时我在吃的时候，我也是挺抗拒的，因为那个缸里边的水吧，就大家可以看一下很感觉是从旁边那个河里面盛出来的感觉，还有一种那个虾活在那个恒河水里，干净又卫生的即视感。但是我之前呢也没有尝试过，再加上我想要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所以我就感受了一下。看到这儿，如果要是不投上2颗币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就有一点不太合适了，我的小伙伴们？那这个夜市的价格呢，都是比较高的一份帕泰泰式炒面差不多要200泰铢，一份泰式炸鱼要600-700泰铢一份炒蔬菜都要150泰铢。但其实大家出来旅行嘛，不会天天吃，所以如果想要感受一下的话，还是可以在这儿吃一下的。但是如果你对味道口感要求很高，那么用同样的价位，其实是可以在那种比较好的餐厅很舒服的吃上一顿的。那我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目前2023年泰国重启旅游之后最火的几个夜市第一个茶图茶夜市。那这个夜市呢，主要可以购买一些服饰、古着、美食其实它是一个市集，就是你可以买到一些小玩意儿，或者是淘到一些古着但是光这个夜市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去砍价。那第2个夜市呢，就是河滨夜市，也就是著名的摩天轮夜市这个位置呢很适合打卡拍照，有很多那种品牌的泰国伴手礼还有一些精品店。那第3个比较火的夜市呢，就是唐人街夜市。那这个夜市当中呢，街上边非常的好看，就是有很多那种霓虹灯牌，很有那种老香港的那种街道的感觉。整条街上呢都是各种的我们中餐的美食，但是mix 泰式风格的还有几家呢是米其林餐厅老外们都会比较喜欢这条街，人非常多，卫生方面吧就是参差不齐吧。
那第5个呢，就是 Icon Siam 水上夜市。那这个夜市呢，它是在一个商场里面的地下1层，就是蛮多那种泰式美食和印度美食的。那价位呢比较适中，很多泰国当地人都会来这儿玩，在这儿吃啊。那楼上呢就是各种奢侈品品牌和国际知名的一些品牌。卫生方面呢比较放心，因为是在室内，所以温度也比较舒服，比较推荐。那这几个夜市当中呢，我最推荐的就是乔德夜市和 Icon Siam 夜市，都是不得不打卡的这个夜市。乘车路线和营业时间我都放在这里，大家可以收藏、截图、保存。最重头戏的就是我的第3天的一日游路线，也就是乘坐当地的这个交通工具到美宫铁道市场和丹嫩沙多水上市场。那这2个地方呢，我觉得都是非常独一无二的那种泰国特色的地点啊，所以如果你之前没有去过的话，一定要设计上这条路线。其实呢，是可以直接到网上面去报一个一日游的这个旅行团的，200多块钱出头吧，可以车接车送啊，全程非常省心的玩转这2个地方。但是呢，我强烈的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我这次体验的路线，因为真的会有非常强的这种沉浸感。我当天呢是7点半从酒店出发的，60泰铢啊，打了一个摩托车，大概需要20多分钟的时间吧，到达第1个火车站。那买好火车票呢，就可以在火车站旁边吃一点他们当地的这种早餐啊，就可以直接上车了。那这一段的火车呢，座位还是比较宽裕的。那到了8点半呢，它的车就会准时的发车，所以你最晚要在8点半之前到达这个火车站。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因为这个火车呢，它是全开窗的，所以千万不要把头探出去，因为会有很多那种树枝啊、树叶啊扫进到这个火车里面来。如果一不小心的话，就有可能会被外边那个芭蕉叶打脸。路上的景色呢，我觉得还是蛮漂亮的，像是开进了那个绿野仙踪的那种感觉。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就是火车那个连接处是没有遮挡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你这过程当中不要去那个连接处，会比较危险。大概9点半左右呢，就会到达我们的这个目的地莫哈查这一站。因为这一站呢，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火车站，所以呢，当车到站之后，就会涌上来很多这个乘客，所以就要收好你东西，提前做好准备。那下了火车之后呢，它其实只有一个出口啊，走出出口之后向右转，一直跟着人群一直往前走就好了。会穿过一个他们当地的这个菜市场，那在这儿呢就不要停留太长的时间，因为呢我们要尽量的到达这个轮渡的这个码头。那提前呢准备好零钱，买票直接上船，轮渡呢就会把你送到这个对岸。下了轮渡呢，同样也是跟着人群的这个方向，然后走出出口啊，出了出口之后直接向右转，一直向前走，会经过一段涂鸦路啊，一直直行走到尽头，再向右转，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火车的铁道了。那么这一站的火车呢，就是开往美宫市场的这个火车。那在售票处买好10点10分的这个火车票，你就可以在那儿休息一下，等着火车来进站了。那大家在等车的时候呢，尽量去选择靠前一点的这个车厢，也就是你面对火车右手边，就是火车头的这个方向啊。这一步你一定要快准狠，就是火车开门之后就抓紧时间上车，去找到那个比较大的窗口的那个座位，靠窗去坐，这样你就可以体验到像我这样就是在火车上面挥着手开进市场的这种大场面了。在11点10分到达最终的目的地，也就是曼谷的美宫火车站了。那开进站的时候呢，请你千万不要害羞，也不要吝啬你的热情，全情的去享受所有的游客，他们会对你非常热情的去 say hi， 然后和你击掌的这个时刻就去享受它。那下车之后呢，就可以去逛一下这个建在铁轨上的市集了。3个事情：第一，看好自己的贵重物品，记得多喝水补水。火车开回去的时候，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你是站在铁道旁边的，注意安全。其实说句实话，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好买的啊，主要就是感受一下这种比较独特的这种氛围，走走逛逛。如果幸运的话，你还可以遇到那个卖椰子的冰冰姐。我当时呢是没有遇到的，但是我在4年前她最火的时候，我来这个地方打过卡。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当时这个显眼包的回放啊。嘿嘿嘿嘿嘿嘿嘿，看人家冰冰冰，好哇好哇，24，嘿是不是挺搞笑的？但是我看到我们 B 站的小伙伴紫菜加工厂厂长同学就是跟着我当时这个路线去打卡的，然后遇到了这个冰冰姐，还发给了我照片。我觉得她玩的时候还是挺开心的。那逛的差不多呢，就可以去车站前往丹嫩沙多了啊，这就是那个水上市场。大家可以直接呢在手机上定位这个位置啊，就可以到这个中转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路过一个叫做基尼泰美的批发市场。我当时真的很奇怪，泰国怎么会有这个名字的菜市场？
然后我甚至是跳着舞过去的。精灵他们，baby。步行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呢，就可以走到这儿了。在这儿呢，你可以去买一瓶饮料啊，就可以坐到最里边那个双条车到这个丹嫩沙多的水上市场了。双条车的价格呢是每个人20泰铢，大概等不了多久就会有一趟这样出发。那这个中间的路程呢，大概需要25分钟左右的时间吧。那到了这个终点站之后，大家下车千万不要直接就往里走，因为根据很多的小伙伴之前的攻略当中呢，其实在这个地方坐了那种很贵的那种船，动辄一个人就要1-2千泰铢，2个人的话包船就要3-4千泰铢了。大家下了这个双条车之后，直接往外走。往外走，到了这个门口，向左转，就是在你左手边这方向，然后径直顺着主路往前走，大概也就是12-13分钟左右的时间吧，你就可以到达这个真正的丹嫩沙多的主要的水上市场了。那在这儿坐船呢，只需要200泰铢的价格，就是一个人只要200泰铢。有2种船可以去选择，一种是那种手摇的，后边有一个阿姨帮你摇船，或者是那种动力船。那上船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买一份椰子冰激凌，哇，真的太好吃了！那上边有很多这种椰子肉，还会有那个糯米饭，大概60泰铢吧，我记得。那反正呢，我是在这个水上市场没有买任何的纪念品。第一个呢，是我真的对于这种泰国纪念品如数家珍了，我都知道每一家店都有什么。天天我行走于夜市当中，就基本上我喜欢的我都拥有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这儿的价格真的是有一点离原上谱。如果你有遇到喜欢的，那么在那个价格的基础上边，一定要砍价，至少往1半往下砍价，基本这个价格就算是还可以的。那我的那个手摇船呢，就我一个人，然后也是200泰铢，就是我花了200泰铢包了一个船，大概绕一圈吧，花了25分钟左右的时间吧，就结束了这个水上市场的游览。那我也是拍了蛮多好看的照片的，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值得的。那下了船呢，可以在那个下船的位置简单的吃个午餐，就可以开心的结束这一天的行程了。那回到曼谷的方法呢，其实就是你可以回到你刚才就是坐双条车的这个车站，就是我刚才给你的这个位置。那我因为当时是呢遇到2个我们国内的小伙伴啊，所以我们就一起拼团打了一辆 Grab 这个出租车，就每人80泰铢。到了这个车站呢，找到这个柜台啊，这个终点站就是 BTS 的线路上边，车票呢是每人100泰铢，最晚一般是下午5点钟，大概需要开1个半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回到曼谷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次在曼谷的5天4夜的时间里边总共的花费是多少。那在机票方面呢，我因为是从清迈飞到曼谷，所以呢不是很贵，往返是545块钱。酒店部分呢，5天4夜花费一共是796块钱。所有的交通部分总花费一共是1021泰铢，204块钱。吃饭部分呢，一共是1690泰铢，338块钱。门票部分呢，大皇宫500泰铢，卧佛寺200泰铢，郑王庙100泰铢，水上市场划船200泰铢，一共是1000泰铢，200块钱。因为这次过程当中呢，我全程基本上没有什么购物啊，没有什么置办大件，所以购买商品的部分是0元。所以一起加起来呢，我这一次5天4夜的总消费一共是2083块钱。你觉得这个价格是贵呢，还是便宜呢？那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也从评论区里边看到了大家最常问到的几个问题，我给大家来回答一下啊。不会说泰语自由行障碍大吗？忐忑，会有障碍，但是呢，障碍可以忽略不计，非常的小，因为大家都可以去下载那个翻译软件。比如说最常用的，我刚刚说的谷歌翻译，你直接翻译就好了。其实最简单的就是笔画啊。当然呢，你只要是会一点点咱们小时候学的那些 Chinglish， 买东西的时候你会问一个 How much， 选东西的时候你就说 I want this 就 OK 了，基本就轻松搞定。语言永远不是障碍，放开胆儿，勇敢说，说错也没关系，反正也没人认识咱们。想问一下 Mark， 就是你在那边有开民宿或者从事什么事情吗？想去玩又不想跟团，要睡到自然醒那种旅行模式，有没有靠谱的地接之类的介绍？我是没有开民宿，我也没有在这儿做任何的生意。
我就是平时拍一拍 vlog， 然后平时的时间去上学。如果你不想跟团，又想舒舒服服睡到自然醒的话，首先你需要的是一定要预定一个比较好一点的酒店。我觉得可以住在暹罗区睡醒之后呢，就下楼去逛逛商场，打卡美食啊。想去打卡景点的话，就可以提前1天在某宝预定一个1日游，酒店门口车接车送，其实还是可以比较慢慢悠悠、比较舒服的这种。可能我这种特种兵式的旅行方式就不太适合你马克多高感觉好多巨人视角。我年初的时候去体检是1.82.7米我不知道过了半年有没有再长个子。接下来会去普吉岛吗？不太会，因为普吉岛我真的已经玩吐了，再加上那个地方现在物价确实有一点太贵了，都是游客。那我下周的话会启程泰国的小马尔代夫丽贝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又会有新的 vlog 更新了。妈呀，为什么你看到什么都可以这么嗨？不是阴阳就很羡慕。这个问题其实我也问过我自己，就是我在看我视频的时候，我也觉得我自己有的时候挺嗨的。其实实话实说我在记录的时候，就拍视频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点点保持克制。如果我真的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的话，我遇到一些很新奇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兴奋的这种互相彼此去分享，就是这种哇太酷了吧，哇那个地方真的好美啊，哇这个真的好吃了，就是这样。我觉得可能就是对这个世界时刻保持一种热情和好奇吧，你就会发现你的眼中其实能够发现很多这种美好。期待你出一个拍摄设备和剪辑方面的分享视频，想看。好嘞，咱们就是说已经安排上了，点这里预约，下一期将会首次出现我所有 vlog 都用到的哪一些设备的大集合和我的使用感受。当然在这儿呢，也别忘了给我的这期视频点赞、投币、转发，一键3连，在这儿感谢我的小伙伴们啦！一定要记住，小马克的一切的美好都在持续发生当中，也希望我的视频能够帮到你。我们下期再见，拜拜。